非有消息，最近有预测说2025年全球民航市场的收入将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，这一规模大约是铁路运输的2倍。商业研究公司 TBRC 曾经有过统计，2023年全球铁路运输市场的价值是5385.5亿美元，2024年约增长 5% 左右。交通出行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，人们出行越频繁，创造的经济价值也越高。人们出行的目的现在五花八门，探亲访友、上学出差、旅游观光，对于飞友和火车迷来说，甚至还有单纯的运转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民航市场都极其发达，在美国、西欧和澳大利亚，人们短途出行依靠自驾车辆，行程超过300公里时则以飞机为主。在日本，由于新干线价格太高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搭乘便宜的飞机。在韩国，由于票价比白菜还便宜，人们出门也多使用飞机。飞机本来是昂贵的交通工具，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由于空客和波音竞争，飞机价格大大下降。现在批量购买波音737或者是空客 A320 时，单价甚至可以低至5000万美元左右。一架飞机可以使用35年，分摊到每天每座的成本已经相对很少。航空服务现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在国外，民航从奢侈消费已经转变为了普通出行工具。廉价航空严格控制成本，把机票价格降得很低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现在在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、印度、越南和东欧等地，机票经常只需要100-200元人民币，民航已经替代铁路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。民航最大的特点是占地少，维修保养便宜，经营灵活。它只需要两端有机场便可以操作，租赁几架飞机，雇佣几十名飞行员、空姐和机务人员就可以开始运转了。现在电子商务非常发达，很多小型航空公司通过网络或者是 APP 售票或者提供服务，甚至连办公楼都不需要，极大的节约了成本。现代化民航受到天气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小，在国外基本可以做到全天和全天候运行，它的容量越来越大，航程越来越远，安全性也越来越好。最主要的是它的速度很快，目前仍然是高速铁路的3倍左右，节约了人们大量的时间。民航在300公里以内没有优势，国外人口密集地区为了环保，也有要求民航退出短途航线的呼声。但总体来看，民航与铁路相比优势极其明显。一列高速火车售价约4000万美元左右，且使用年限不如飞机长久。很多国家的高铁票价都非常高，远高于民航。国际航协统计说，2024年全球民航总收入约9640亿美元，距离1万亿已经咫尺之遥。最近美国民航持续火爆，感恩节出行人数比2023年多出了 33%。 虽说个别国家的民航市场可能持续衰退，但是全球范围来看，民航业在2025年超1万亿美元是大概率的事件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